好久不见，我回来了，我是林欢。今天我们来看看一个到韩国发展的台湾女团，叫做 Jennie。好，为什么我要讲她呢？其实因为他们的老板要我讲的，对他们邀请我讲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放给我最大的自由，我要怎么讲都没问题。所以呢，你们就不用听我讲，我把链接放下面，你们自己去看就好了。拜拜。啊，没有开玩笑的啦，我们来看看啊。好。然后这个 MV 好像还蛮威猛的，这个运镜啊，就完全现在韩国或国际水准会有的。他们到韩国这一趟，我觉得光这个 MV 啊都值回票价。那因为我没有很懂，但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现在在摄影机后面，他在日本有拍过很多艺人的 MV 还有广告。你要不要看看？你觉得这个 MV 算厉害吗？以你拍过那么多日本的 MV 的经验。你觉得帅？我觉得很帅，很帅因为它里面它有用一些现在很流行的慢快门嘛，王家卫风格他都喜欢用慢快门嘛。哦，对，他们现在韩国他们拍 MV 很厉害的一点是他们很会布景，所以他们的布景的灯光，像他们青色的光会配那个红色的沙发嘛。对。他们可以拍出属于他们自己韩国才可以拍的风格。对。那你这样看这几个女生，印象觉得怎么样？光看脸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是台湾人。哦。说真的。然后这个 MV 让我想到日本有一个团，他们有一首歌的 MV 也很像这样的风格，但那一首更 cyberpunk 一点，然后这个比较街头，他们要强调人的人设，所以他开头都没有让我们看到很多舞蹈，对，都在看脸表情。那他们几个成员，刚才 Sing 的镜头特别多，他表情都驾驭得很好，不像他去年在未来少女的时候，偶尔会太硬，可能他在韩国这半年受了很多的严格圈领吧，我觉得。好，然后刚才这一位叫做圆圆，好，团团圆圆的圆圆，那我对他印象很深刻。你们如果有看去年我上未来少女，应该都有听到我称赞他。为什么？因为他长得就是很……等一下，我现在暂停，那画面超好笑的。就去年在未来少女的时候，她的感觉就很邻家女孩，皮肤白，然后双马尾，她有一种文青硬要来跳舞，但她却跳很好看。那她在韩国这次，我看到她的一些表情都做得再更熟练，很多魅力的投放也做得更到位。这一段我觉得有一些舞蹈的部分好像被剪掉，因为我会很想看他们的现在表演功力怎么样，但因为镜头一直剪，我有点看不到，就个人遗憾而已了。但刚才的段落是谁？叫做阿用。对，阿用各位应该都印象很深，因为他这一团唯一的韩国人。那他去年的表演我都觉得很纯熟了，也有可能跟他的经验有关，毕竟他已经准备要当艺人，磨练了很多岁月。那今年又看到他的表现，他基本上没什么好挑剔的，因为他去年就已经很强了。刚才那段是玉嘛，那现在我觉得他的感觉比较像韩国的女明星。我认为她的演出方式跟去年比起来有很大的改变，因为去年她比较像一个跳街舞的小女孩，冒充偶团成员，但今年我这样看，她变比较像韩国的女明星这样子。不知道是因为修片还是怎么样，就皮肤都变得很白这样子。这一段也是一样，很多舞蹈原本我很想要看到的，我觉得会看得到，结果都看不到，因为那 MV 剪得还蛮碎的。这一段是阿雅口的主角嘛，你们应该看过我之前影片有一段，我们假装要甄选，然后阿雅口他表演了很多非常北蓝的。我要跳气功，你是白痴啊！我今天要表演是气功，你刚讲过了，我就。OK， 他们这边进副歌前有一个过门，
对，就我之前影片常会说到，做音乐很重要是你要有给过门，给过门的话，演出的人才能够为之后的画面去做准备或去做铺陈，让它跳起来。那刚才这个编舞我觉得有做到很好，他们有一个怪兽画面，全部捞成一个很像钻石的形状，然后有这样的手，然后中间的人可能就是砰砰这样去推的。那这一段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是他们的 hook。手怎么做？很像是这样做吗？还是这样做？对，什么 go go go， 还是蹦蹦蹦之类的？对，我觉得这个动作应该算这首歌最重要的辨识度。我个人会觉得，好像辨识度得建立在镜头拉近才能够做出来。对，不然你如果镜头舞台很大，不一定会观众看得到，可能要靠模拟的。但我会想到说，如果它到大画面的话，要怎么办？圆圆好正，它前面还有一个拉脚动作，你看到吗？这脚，过去一个拉脚的，这个动作我觉得很特别。因为韩国现在有一点让人觉得很厉害，就是他们整个表演，包含音乐啊、化妆啊，全部的制作物都会有一些新鲜的玩意在里面。韩国会做出一些我们平常可能在玩才会跳出来的脚步。刚才的那个拉脚，我觉得就其中一步，我觉得变得很好。有一点晕，可能因为它整个后面的这个背景啊，用那种很多颜色的线条，又绿色又黄色又红色又紫色，有点晕眩感。但他们都表现得很好，因为通常我们这种最怕制作艺人的时候啊，可能 MV 拍很好，然后舞也变得很好，音乐做很炸，我们会很怕艺人撑不了这样的制作物。但刚才我这样看，特别尤其他们这一段穿着没有特别的去包装，都以牛仔裤跟白上衣为主，他们并不会被吃掉，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我个人觉得有点遗憾的地方就是，这首歌可能因为歌曲的 beat 还有编曲的 tone 会比较适合做辣的感觉的表现方法，包含它的舞蹈编排或者他们魅力的投射。但这个我并没有看到有文化扎根的动作在里面，虽然也不错，对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哦，但就差一点点。应该这样讲，我觉得评分这种东西啊，如果以台湾的标准，我可以给他95分。但如果要到东北亚、日韩的标准，我认为然后我发现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我漏讲一个团员，他叫 Nico， 我好像这首歌目前还没有看到他的亮点。我不是说他表现不好，而是他还没有把魅力的投射像其他几位团员一样达到那么明显。所以这边我觉得 Nico 算有一点点跟不上。我这样讲，传勇会不会干掉我？但我觉得他这边给他加油啊，稍微不够。其实这支 MV 里面大部分的动作，它都截取大画面。会零碎，因为你大画面不够久的话，就会有零碎感。但是我认为也有可能策略应该会是第一首歌让大家认识他们的人设，特别他们在韩国出道，要让别人认识他们嘛。因为从头到尾有很多种要面对镜头的放电方法，他们不会只有一种，会有可能3种到5种。因为不可能一种放电方式从头用到尾。像刚才我们就会看到这一团他们在面对镜头的时候，有很多种人设会出现。对，我认为应该是他们公司的金姐，听说他表情非常厉害。会影响到他们人设的这个存在。我刚才想说，终于有群舞可以很清楚看到他们的舞蹈的地方，结果画面又切题了，对，才给我们到一个8拍，真厉害。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他们的表演版好了。对，因为我认为魅力已经没问题了，资金也到位了。因为我们要做偶像，必须要有很多的后援嘛。像我们政治家要选举，也要有很多的后援嘛。那他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最怕就是金主丢很多钱，然后艺人表现得不够，但他们明显的已经跟上了。好，我们下一段来看看他们的表演版。
哦，这个呀，其实就是坏男小熊的标志符号。在未来的少女节目的时候，每次自我介绍都会说：“你们好，我们是坏男小熊。”喵，所以他们有把这个放进去。哦，刚才有一个小缺点，我要讲一下，是我个人很介意的。当然，很多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我个人在意，就是 Sing 的这个脸啊，刚才脸太用力，所以这边会有一条很深的线，对，会有一点像法令纹，但他年纪不会有法令纹，但会像法令纹。我觉得这个笑容可以再少一点点。OK， 这首歌的辨识度就是这个手嘛 ，Sweetie 口，对不对？有一个这个的感觉的手，当一首歌辨识度很重要。以前的影片都有提过，让别人记得你这首歌有什么，大家可以去模仿的、去玩的。像 Angie 有16吨，然后飞轮海也有很好的歌喉。没让我的目光说听你的目光，说死我发言，我有我的样。哇，我觉得很厉害耶，他们可以把这么韩国风格表现到的这么像，这个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台湾人啊，出生的环境不一样。以前影片好像提过，就是我说过日韩啊、东北亚的人的肢体语言文化跟我们东南亚，因为台湾偏东南亚是不太一样的。对，那我们会看到东北亚人其实通常力量比较大，南方人通常比较缩。那我觉得台湾人同样是属于比较偏南的，不管从文化或地理上都这样。但是这些女孩子可以把身体做得跟那些韩国女星一样，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这支舞的舞蹈动作是比较偏向，我觉得比较偏 girl crush， 就比较女生的，很多爵士的部分或 girls hip hop 的元素在里面，从很多手势。这个手很多，还有这种手也很多。这个舞其实也没有到那么简单，虽然看起来就是甩一甩，但其实没有很简单，因为它密度很高，它有非常多的小碎步啊，踏过去，然后再一个大的，让各位看到大的，然后再小碎步，然后就把你的队形，然后再一个大的。就这个舞可以表现出来，我觉得是不容易。那这首歌的编曲我觉得很好，因为它用算比较这近年欧美或者是日韩这样编曲方式，会把你的层次一个一个拉起来。你们听前面4个8拍的风格，跟后面4个8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肢体设计会从开头比较碎小的，变成后面比较大一点点，然后队形会变得很丰富，让音乐的铺陈和你的视觉铺陈同时往上面飞。哎呦，我觉得阿用这个造型还蛮好看的啊，他把马尾还蛮好看。啊，我知道了啦，我觉得玉啊，它有一种冷艳感，它的艳是性感的，对，特别它有一些会稍微仰下巴，然后嘴微张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性感、很好看的。哦，这样看就有出来，很漂亮，包围起来，然后推嘛，不同方向的推，然后前面的人用胸口带，那整体感觉画面就会出来了，这个怪兽就会做很大。OK， 刚才的演员这一段的表情做得很好，因为前面的动作也是偏碎的，因为副歌嘛，它副歌辨识度的扣以后。有很多很碎动作走出去，但演员的脸没有崩掉。因为如果换做我的话，可能会前面弹累这边就。但唯一我认为这支舞看到现在，因为已经看到副歌了，它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有文化类的动作在里面。因为肢体动作象征了这个人的人设。那目前都比较 girl crush， 比较辣一点的。如果他们团是要走比较女战士的风格的话，我觉得这样是很刚好的，很 OK。我会觉得有文化感很重要，是因为。像通常国际的评分标准不会只有你的技术、你的服装而已，还会有一样叫做文化。文化是看你的这个表演有没有经典的文化感，各种的风格 style 才能够成立一个有文化体的演出。那这一支目前感觉是比较流行的味道，当然这也很好，因为毕竟一般人是看流行的感觉比较容易吸收嘛。
所以他们有非常多 girl crush 或者很多类似 GS 或者 girl hip hop 的手会出现，我觉得也不错。但如果再加一点点文化感，动作会再往上加分，对我个人而言。我刚刚的动作，我建议演员这个不要太高。对，刚刚我觉得稍微高一点点，所以鼻孔的角度会有一点点太多了。对，那通常啊，在设定这种抬头的角度啊，是有心理学研究是不要超过30度，抬高不能超过太多，你不能整个这样鼻孔会被观众看到，它会有一种高傲感。对，不过这边当然也没有不可以，因为这首歌就比较拽一点点的，是没有不可以的。但我个人偏好啊，我喜欢女生不要一直很拽，然后抬头看着我。这一段两个人 Sing 跟玉的双人拍得还不错，因为他们每个动作都很适合他们的歌唱。因为我们的舞蹈动作要早想到艺人他唱的换气会不会刚好能够做，那这边都有做到。有一些后的场景，他比如说下腰，然后两个人合体，然后两个人手开，都很符合。我很喜欢他刚才这个怪兽出来，很多人的手搭在这边，然后怪兽以后换，然后又往前面走2步。这个走2步我很喜欢，因为通常你怪兽在原地，我们看很多艺人，我们都会把怪兽弄在原地，然后让观众觉得哇，突然变得很大，画面变得很大，但他们还往前面移动。这个我觉得想法是不错的，然后也很符合他们女生，因为女生线条啊，手做这样的动作会比较好看，所以整个线条感会出来。对，那他们这边的设计，我认为很符合女生。然后服装有搭配他们的动作，比如说他们单肩以后手没有空着，有挂手套，或者是他们这边感觉空的，但有挂项链，所以视觉上面我们就不会觉得空空的，这个很重要。这个镜头很厉害。刚才我问过我后面的导演托摩哥，可能要一个很会操作的摄影师去操作那一台空拍机，让它很刚好的轨道去拍出漂亮的画面。对，那当然他说也有可能用电脑就可以设定的，但如果是摄影师的话，那真的要给他加钱。你会不会觉得这种头很像李玟啊？有点像。有那种滴答滴的感觉，因为他们刚刚有一个手是这样的，然后好像连续用2次这样的感觉啦。对，哎呦，这边可以称赞一下阿雅口，当众称赞一下。去年我节目都没有称赞过他，因为他没什么好称赞的。去年的，然后之前因为我节目刚拍过一集嘛，很好玩，你们可以去看。阿雅狗超好笑的，他那个好笑让我觉得你就只会搞笑，你要很厉害，哈哈算了。我当时有一点这种感觉，但我刚刚看他的演出，我觉得他进步真的很多哎。他才几岁了？不才16岁而已嘛，对吧？我觉得他进步很多，很厉害。很多表情跟力道的展现，他比起去年、今年真的熟练度提升很多。他去年如果等级2的话，今年应该等级有个8，最满100这样子。没有开玩笑，最满可能10啦。就是他进步蛮多的，重点在他的力道配合他的表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力道的话，比如说我们在用力，你的脸就会，我这边会放定格给你们看，对，就会有一个丑那一瞬间嘛。但他刚才又顾得很好，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剪片师拍10遍去抓一个最好的放一个脸，那当然也很有可能，因为通常都会这样拍。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刚才看到他呈现的一个力量加上表情都做很漂亮的画面给我们看。刚刚 Nico 这个表情还不错，就是这样过去。算是我看目前这2支 MV 对他最好的表现。前面也没有说他不好，因为 Nico 漂亮嘛，然后舞也跳得不错，歌也唱得不错。要是其他大姐姐们都太狠了，少一种让大家特别注意到你的那种感觉。
那因为Nico他前面我会觉得他都想要跟大家一样的表演方式，所以我就完全不会看他，因为有比他更熟练的。对，那刚才他的这个就有一点贼贼的感觉，我觉得很好，他以后可以多用这个。我刚才终于有一个可以让我好好看跳舞的镜头，好像跟上一支 MV 一样，都是平的嘛，然后几个人好好跳。这个动作啊，我觉得他们做的比想象中还要厉害。因为通常台湾女生可能力道不够，毕竟我们的社会价值观不会觉得女孩要很有力。对，但因为日韩是不一样的一个世界嘛，对，所以他们刚才都有做到女生做女孩的动作，但都做到很有力道。你们可以看到整个画面的幅度，它每个动作的飘度从左到右，整个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不是原地做而已。我觉得他们在这一趴有下很多功夫，不知道拍多少遍啊，因为镜头有正面也有后面，这样无论如何这边他们做得很好。OK， 他们拍这支应该很贵吧？它的景都是用搭的，对，他们前面那几个车站跟街头的景都用搭的。都实景，它设计完之后直接做，然后又那么高，会很贵，光那个就很贵。大概几千万日币。应该没超过5000，应该没超过5000，所以也差不多台币1000。光那个景，那我们打对折有台币500，一定超过。那后面他们还有一个那种，后面很多你说有那个租一个那种棚，他们的服装很多套，好像有3套以上，等于每一次的服装、每次的发装都弄。哇，作曲、编曲、混音、后期、作词全部下去，然后这个舞蹈，这个舞也变得还蛮密度蛮高的。它的 MV 它应该是最少台币1000以上。对，你看台湾要做 MV 要做1000、2000，一定都是比较好，可能5月天那种等级这样，所以他们老板真的很好。大纲，你缺干儿子吗？好，我们今天看完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影片，对啊，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地方不是在于他们出道了，而是他们的进步。我觉得他们进步是最不容易的。像我前面有讲过，要台湾女生做到跟韩国一样的高密度的演出，其实我很少看到成功的案例啦。因为毕竟我们的肢体文化就不一样，然后歌曲好听，那整个服装搭配也很好，表情进步很多，整体的表演都有一个水准上。对，我就如果我这样乍看的话，我真会以为是韩团，何况他们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就能够做到这样，真的是还蛮不简单的。鼓鼓掌。